大家好，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美国的食品安全不安全。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都认为美国的食品特别的安全，但实际上呢，美国的食品到底安全吗？我们今天来聊一下。首先我们聊一下美国的食物中毒。据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统计，美国呢每年有1/6的人会出现食物中毒，而每年都有很多的人因为食物中毒而住院，死亡的人数也不少。为什么会食物中毒呢？主要原因是跟美国人吃饭习惯有关，他们喜欢吃生食，吃现成的食品很多，还有就是美国人外出就餐的频率也非常的大。美国人食物开销中有一半都是外出就餐，比如他们吃的蔬菜沙拉和大量的生食水果，例如他们喜欢喝果汁，甚至吃的草莓、冬葱、各种蔬菜等等，生吃都会造成中毒。另外，肉类里西方烧烤很多都不讲究熟透，像牛肉这样的其实问题不大，因为整块的肉就算被感染了，也只是表面，极难进入肉里面，只要表面做熟了就没有问题。主要问题是出在肉馅上，比如香肠，比如做汉堡的肉饼，只要有一只病牛病猪，病菌呢就会随着肉馅搅拌的过程中混入同一批次的所有的肉内部。这时候呢，如果烧烤做的没有熟透，就容易被感染。比如吃汉堡或者热狗都有被感染的可能性。比如2010年劳瓦农场的感染鸡蛋，让1500人中毒，5亿鸡蛋被召回。在这些常见的中毒原因之外，还有就是三清捐饲料事件，一共有4000只宠物死亡，有上百万只鸡，600头猪吃了相关的饲料。而在去年的12月，美国农业部食品安检局发布了1级召回令，召回了被感染了沙门氏菌的牛肉。JBS USA 全美最大的鲜牛肉加工商，召回的牛肉大约有1200万多磅，也就是约5484.4吨。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起沙门氏菌牛肉召回事件，也是近10年来全美最严重的一起牛肉召回事件。所以说呢，即便是在美国生活，也要小心被大肠杆菌污染的碎牛肉和生菜，以及被沙门氏菌污染的火鸡肉等等。其实在美国生活时间久的人就知道，美国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大的或者小的食品污染事件发生。美国食品工业的系统就好像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稍不注意卫生与防范，就会爆发一场又一场食品污染的风寒。当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成了对食物痛下毒手的常客，食品遭到污染的危机其实也变成了常态。美国的食品污染为何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因为这个问题从来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过。像咱们经常吃的水果，看外观都亮闪闪的，非常的漂亮，实际上都抹了果蜡，而这些东西吃下去都是对身体有害的。所以说呢，大家在吃这一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削皮。虽然呢，按全球食品安全指数，包括食品价格承受力、食品供应能力、质量安全保证能力等3个方面定了28个定性的定量指标。美国虽然稳居全球第一，但是每年呢依然会发生食物中毒和因为各种细菌感染而中毒或者死亡的人。实际上呢，从小孩爱吃的糖果到成年人爱喝的运动饮料，美国的很多食品都添加了人工食用色素。人工食用色素本身就可以导致儿童多动症与神经细胞的退化。食用色素呢，经常会与很多的化学添加剂同时出现。很多的国家呢，已经禁止使用几种人工色素，但是呢，据说这几种染色剂在美国依然被使用。
美国大包装的食物保质期都特别长，多半就是防腐剂的功劳。如果想吃的健康些的话，还是避免这些食品比较好，比如说坚果、口香糖、黄油等等。所以说呢，美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真的比咱们要想象的严重多。了解了吧？美国的食品并没有那么安全。为什么美国的蔬菜价格比肉类高呢？因为种植蔬菜的过程是不让用到激素的，或者是高毒农药、除草剂之类的。如果不用这些东西呢，蔬菜的种植成本会直线上升，而产量会直线下降。所以呢，比肉贵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呢，就跟大家探讨到这里。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意见，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感谢大家的收看和点赞，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